大家好，大家看到我面前的这台咖啡机了吗？通过这个咖啡机来教大家很多跟咖啡相关的一些词语。先让我打开这个柜门，拿出这个咖啡豆。这一包是咖啡豆，是之前在山姆超市里边买的一个咖啡豆，经常喝这个咖啡豆，味道其实还挺好的。基本上是2到3个星期会买一次这个咖啡豆，喝的还是比较频繁的，因为每天早上我都会喝一杯拿铁咖啡。每天早上我都会在吃完早餐之后喝一杯拿铁咖啡。这个咖啡豆是我今天早上刚刚加的，所以这一包咖啡豆就不需要再加了。这个是手柄，这个是粉环，将这个粉环接在这个手柄上，然后打开这个电源，这个按键是咖啡机的电源，这个是液晶屏幕，可以看到所有的参数和你的操作。手柄插入这个里边，然后咖啡豆磨的这个粉，咖啡粉就好了。拿掉这个粉环，给它旋转一下，就这样转，这样转，将里边的咖啡粉转的均匀一些。然后用这个东西压粉锤，向下用力的压一下，听到咔嗒的一声，就表示这个粉压好了。你看这个粉压得很均匀，非常的均匀，接到这个位置，然后用我手上的这个金属的杯子，它叫萃取杯，将这个萃取杯放在下面，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咖啡液就会从这两端出来，滴落在这个萃取杯里。好，让我们按一下这个萃取的按钮，就开始萃取了。看到咖啡液正在往下流。好了，让我们看一下，这是萃取好的咖啡液。这个上面这一层叫油脂，这个咖啡油脂看着不错。这里这些咖啡杯全部是我老婆买的，我老婆很喜欢喝咖啡。我之前是对咖啡没什么太大的兴趣，现在也是受到我老婆的影响，现在也喜欢喝咖啡了。我喜欢喝加奶的咖啡，比如拿铁或者卡布奇诺。所以现在我每天早上也会喝一杯咖啡，看看他买的这些喝咖啡的杯子。这个杯子漂亮吗？花纹，这个杯子的花纹还挺好看。这一个咖啡杯，蓝色和金色的花纹，挺漂亮。这个杯子是在日本买的一个纯手工捏的一个杯子，做工看着其实挺粗糙的，因为它是从手工做的，这些花纹也是纯手绘的，所以没有那种工业化流水线做的这个杯子那么的精致感觉。实际上这种手做的杯子更有趣，就是它的这种朴素的感觉，所以挺有意思的。这个杯子，这是画的是一串葡萄，不知道你能看出来吗？将这个咖啡液
倒入这个杯子，然后来打开这个，拿一些冰块出来，用这个水壶倒一点水。哦，水壶里边没有水了，我去接一点水。打开这个盖子，好，这个水接的差不多了，关上净水器，盖上这个盖子，这杯冰美式就好了。怎么样？太棒了！我老婆协助我拍摄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很自如的去跟大家讲话了。因为之前我手持自己拿着这个相机拍很别扭，现在有人帮我来拍了，所以好方便啊。刚才做完这个咖啡之后，这个手柄需要拿下来，旋转它，就把这个手柄拿下来了。然后这个是粉渣桶，把这个粉渣倒入这个粉渣桶就好了。这一块布叫抹布，抹布，用它去擦一下这个机器。现在让它出一些水，把之前多余的粉渣从这上面清除掉，把这些水渍擦掉。按这个电源键就关机，机器就停止工作了。点一下它，我老婆她又走了，又得我自己来拍了。先让我尝一尝，太苦了，太苦了！把它倒入这个杯子，我要再加一些水跟冰块，现在还不够冰，给它先加点冰块，加点冰块。好，将这杯咖啡倒入这个大杯子里。好，再去给它加点水。冰美式其实我不是很习惯，所以我有时候想喝的话，会加很多的水，这样才喝着不会特别的苦。平时早上都是喝一杯拿铁，加奶的咖啡我还是更喜欢的。好了，盖上这个盖子，洗掉它。打开这个水龙头，将这个杯子清洗掉。我喜欢及时清洗，把这个杯子洗干净。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干家务的人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做家务会让我放松，就像《绝命毒师》里边的炸鸡叔一样。其实那个时候看到炸鸡叔紧张的时候，会去用牙刷刷浴缸。我当时挺理解他的那个心理状态的，因为当我有压力，或者说我有时候紧张，生活中很紧张的时候，或者说焦虑的时候，我会选择做家务去排解自己的这些情绪，因为我觉得在这种体力劳动中，我会放松自己，停止思考，让自己沉浸在这种机械的劳动之中，属于一种放松压力的这种排解方式，所以我还平时挺喜欢做家务的。说到《绝命毒师》这个电视剧，其实它的另一部衍生剧《绝命律师》是我最喜欢的。我特别喜欢《绝命律师》里边的那个警察，老警察，还有炸鸡叔。整体上，这个剧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，其实都挺吸引人的。所以，《绝命律师》相较于《绝命毒师》来讲，我更喜欢《绝命律师》这部剧。
每个角色的人物都非常丰满。这个剧其实我看了有很多遍了，该洗的也洗了，该收拾的也收拾了。让我们尝一尝这个做好的冰美式。还可以，兑了很多水的这冰美式喝着还行，这个我可以接受。刚才的那个我是有点接受不了，因为太苦了。实际上我喝咖啡，更多的还是喜欢喝加奶的咖啡，比如拿铁跟卡布奇诺，这两个我平时喝的比较多。冰美式其实喝的不是特别多，有时候感觉特别困的时候，或者说需要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做，然后整个人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话，我会喝一杯冰美式。平时很少喝。对，再喝一口。还行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好的，拜拜。